刚当上阴差3天，我就成了整个地府的笑话，只因我阳间的妻子疯了似的给我烧纸钱，冥币堆成了山。同事马修指着我鼻子骂：“废物，管好你家婆娘！”直到那天，阎王爷亲自现身，颤着手给我递了根华子，哆哆嗦嗦地问：“莫哥，地府财政周转不开了，你看能不能先借点儿？”整个地府鸦雀无声。我叫沈墨，死了3天，死因是就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被一辆失控的货车狠狠撞飞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我没喝孟婆汤，也没踏入轮回通道，反而在鬼门关报道处领到了一份工作——奈何桥西区巡检司7品阴差。说白了就是管着一片孤魂野鬼，别让他们闹出乱子。工作倒是清闲得很，但同事关系很他妈紧张。哟，沈墨又来领俸禄啦！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倚在柜台边，他叫马修，我的同事，一个比我早死几10年的老鬼。我没搭理他，径直走到发放俸禄的判官面前，递上我的腰牌。他瞥了我一眼，从抽屉里数出10张冥币扔在桌上。我皱了皱眉，张判是不是搞错了？新来的阴差每月俸禄不是100冥币吗？但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没错，但你这个月得扣。为什么？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指了指我身后堆积如山的麻袋。你自己看看。我回头，几10个巨大的麻袋把整个俸禄司的角落都给占满了，上面用朱砂写着2个大字沈墨。麻袋口没扎紧，花花绿绿的冥币跟垃圾一样往外冒。马修阴阳怪气地凑过来：“沈墨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家那位也太能烧了吧！上任3天，天天烧，顿顿烧。你瞧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下面开了个天地银行呢。”周围的鬼差们发出一阵哄笑。昨天奈何桥堵车，就是因为他老婆烧的纸钱太多，把忘川河都给堵了。我听说了，孟婆都快愁死了，汤都快没地方熬了。我的脸一阵青一阵白。清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妻子林清雪，一个温柔的像水一样的女人。我们才刚结婚1年，我答应要带她去环游世界的。可如今我已经死了，我能想象她该有多撕心裂肺。可这烧纸钱的方式也太硬核了。马修见我沉默不语，笑得越发得意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沓崭新的冥币，足足有100张，故意在我面前扇了扇。看见没？这才是正常的俸禄。他把冥钱往张判桌上一拍，又从里面抽出1张递过去。张判辛苦了，拿去喝茶。张判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。哎呦，马哥就是客气。马修享受着众人的吹捧，用下巴对着我：“沈墨，做鬼和做人一个道理。得有眼力劲儿。你老婆烧那么多钱，搞得整个地府鸡飞走跳，上面怪罪下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那些钱全都是违规资产，暂时冻结，什么时候你老婆不烧了，什么时候再还给你。”他说的义正言辞，仿佛他就是这地界的规矩。我攥紧了拳头，这狗东西不就是仗着资历老吗？我刚想发作，俸禄寺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一个负责传话的小鬼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，声音都在发颤。阳间又要给沈墨的汇款了，这次是999辆大卡车。整个俸禄寺瞬间死寂，所有鬼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清雪，你不会是把咱家房子卖了吧？999辆大卡车的纸钱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整个奈何桥西区巡检司，从大门口到后院全被堆满。我们这些阴差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找不着。司长是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鬼，此刻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冥币山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那烟是特制的，叫断魂香，鬼抽了能解愁。司长扯开嗓子吼了一声：“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老婆是抢了阳间的印刷厂吗？”司长指着我的鼻子，手都在抖。我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他妈也想知道。马修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一群鬼差跟着起哄。司长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沈墨严重扰乱了地府的公共秩序，必须严惩。没错，我们都没法办公了，扣他功德，让他去王死城扫大街。哎，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他看着我，叹了口气。我知道你刚来，很多规矩不懂，你得想个办法让你老婆别烧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我们西区，整个地府的金融体系都得被他冲垮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我现在只是个7品阴差，连给我老婆托个梦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话倒是不假，在地府鬼魂想要干预阳间，哪怕只是托梦，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阴德和法力。我一个刚死不久的新鬼，什么都没有。司长又猛吸了一口断魂香，抽的头发都快掉光了。妈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黑甲的鬼将骑着一匹燃烧着幽蓝火焰的古马，冲进了巡检司。鬼将声如洪钟，阎王令！所有鬼差，包括司长，全都扑通一声跪下了。我也跟着跪下，心里直打鼓。不会吧？这脸不是还惊动阎王爷？鬼将翻身下马，目光如电，扫视全场，不留心地走到我面前。那股肃杀之气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他单膝下跪，对我恭恭敬敬地抱拳。沈爷，阎王大人，请您去一趟阎王殿。阎王殿我只在神话故事里听过，没想到我一个刚死7天的新鬼，竟然能坐着8抬大轿被抬了进去。带路的鬼将对我毕恭毕敬，一口一个莫言，搞得我浑身不自在。穿过阴森的走廊，我被带到了一间酷似现代办公室的房间。房间正中央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、面容威严的中年男人，正焦头烂额地看着面前电脑屏幕上的 K 线图。如果不是他头上那顶阎王冠冕，我真以为自己进了华尔街。鬼将低声通报：“王，莫爷到了。”阎王猛地抬起头，看见我，眼睛瞬间亮了。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激动得像是见到了亲人。沈兄弟，你可算来了。兄弟，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？
阎王大人，哎，别这么客气，叫我老秦就行。阎王拿着我坐到沙发上，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，茶杯里飘着袅袅的黑气，闻着有点上头。阎王或者说老秦搓着手，表情有些尴尬。那个沈兄弟，你老婆林清雪女士是吧？是，她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她是自己开花店的。老秦倒吸一口凉气，看我的眼神更加敬畏了。开花户，恐怖如斯。他指着电脑屏幕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兄弟，你看看，这是地府级近3天的冥币汇率，都快跌成一条直线了。因为你爱人烧进来的资金量太大，严重冲击了我们地府内部的金融市场，造成了通货膨胀。现在一碗孟婆汤都从10个冥币涨到100个了，下面的小鬼怨声小索道都快造反了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原来地府经济这么脆弱的吗？老秦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皱巴巴的烟，递给我一根。我一看是阳间的华子，来抽一根。我摆了摆手表示不会，他自己点上一根。猛吸一口，才继续说：“兄弟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老婆烧进来的钱，我们不敢动，都给你存在地府中央银行了。但是现在地府的财政有点周转不开了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无比诚恳。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，就当是地府向你发行的专项国贷，利息好商量，绝对比阳间的银行高。我彻底傻了。阎王爷找我借钱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地府都得炸锅。我看着老秦那张快要哭出来的脸，突然想起了马修那副嚣张的嘴脸，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。我清了清嗓子，身体向后一靠，翘起了2郎腿。借钱嘛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老秦眼睛一亮，你说，别说1个，100个都行。我笑了笑，吐出3个字：我要关，我要能随时看到阳间，能给我老婆托梦的关。老秦一愣，随即一拍大腿。这算什么条件？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个号码。喂，人事司吗？我秦广王，马上给我任命沈墨为阴阳司巡查使1品。对，立刻马上。挂了电话，他笑呵呵地看着我。兄弟，你看这个职位还满意吗？阴阳司巡查使1品大员，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。3天前，我还是个被同事挤兑的7品芝麻粒；3天后，我成了阎王爷的座上宾，一步登天。而这一切，都只是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爱到疯狂的老婆。清雪，等我。当我穿着1品大员的黑底经文官袍回到奈何桥西区巡检司时，整个衙门都炸了。司长第一个冲出来，看见我这身行头，腿一软，差点没跪下。沈大人，他声音都在哆嗦。那颗地中海的脑袋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刚才不还叫我沈墨吗？我背着手，学着领导的样子，淡淡的嗯了一声。司长不必多礼。马修正带着一群小弟在院子里看热闹，看到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嘴里的烟啪嗒一下掉在地上。沈墨，你这身衣服是哪儿偷的？他显然还没接受现实，我没看他，径直走到司长面前。司长，阎王有令，命我彻查地府财政乱象，所有账目即刻封存，交由我阴阳司处理。另外，我怀疑有人利用职权贪墨阴差俸禄，欺压同僚。马修，你被停职了，跟我的亲卫走一趟吧。我话音刚落，身后2个身高2米、青面獠牙的鬼将便走了出来，一左一右架住了马修。马修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我没有，沈墨，你血口喷人！他疯狂挣扎，像一条被掐住脖子的狗。我是冤枉的，司长救我呀！司长！司长吓得一哆嗦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沈大人明察秋毫，下官什么都不知道。真是墙头草。我冷笑一声，走到马修面前，弯下腰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到的声音说：做鬼和做人一个道理，得有眼力见。现在我的眼力见够不够？我把之前他羞辱我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马修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我错了，沈大人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晚了，带走，严加审问。我挥了挥手，鬼将拖着瘫软如泥的马修消失在了衙门外。周围的鬼差们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？我没有再理会这些人，径直走进了专为我准备的官署。成为阴阳司巡查使后，获得了一项最重要的权限，一面巨大的水晶立在房间中央，镜中可以显现阳间的一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阴气注入水晶。林清雪。镜面波动，很快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我的家。清雪穿着我的旧 T 恤，蜷缩在沙发上，怀里抱着我们的结婚照。她瘦了好多，原本红润的脸颊现在只剩下苍白和憔悴。茶几上摆满了各种纸钱元宝，还有她亲手画的纸房子、纸汽车。傻瓜，画得真丑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，疼得厉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清雪警惕地站起来，通过猫眼看了一眼，身体明显地抖了一下。她没有开门，门外传来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：林清雪，你开门！
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以为当缩头乌龟就有用。这房子是我弟的，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站着不走？我拳头瞬间捏紧，指甲都嵌进了肉里。这个女人是我爸的亲姐姐，从小就尖酸刻薄，最是势利。我活着的时候，她天天上门巴结，我一死，她就露出了獠牙。门外另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响起，充满了不耐烦。表嫂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妈说的对，这房子是我表哥的婚前财产，你没份儿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这人是我的表弟，名叫李飞，一个游手好闲、被他妈宠坏的废物。一群畜生，我眼眶赤红，恨不得立刻冲出地府，撕了这对狗母子。镜子里清雪死死地抵着门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他拿起手机，颤抖着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警察吗？有人要强闯民宅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，他们在砸门。你脸不要脸的垃圾，儿子给我撞！今天必须把他赶出去！沈大姑的咒骂声尖锐的像指甲划过玻璃，刺得我耳膜生疼。李飞那混蛋的嘶吼也夹杂其中。林清雪，你再不开门，老子撞进去废了你的腿！每一声撞击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水镜中，清雪吓得蜷缩在门后，小小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，但那汹涌的泪水早已将她的脸颊打湿。别怕，清雪，别怕！我对着水镜无声的嘶吼，可我的声音根本传不到他的世界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扇我们一起挑选的木门，在剧烈的撞击下开始变形，门锁周围的木屑簌簌落下，愤怒和无力感像两条毒蛇，疯狂啃噬着我的心脏。我是一品大员又如何？我是地府首富又如何？我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。冷静，沉默，你必须冷静。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现在是阴阳司巡查使，我一定有办法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冲出官署，直奔地府的藏书阁。这里存放着地府自建立以来的所有典籍和卷宗。我要找的是任何能够让鬼魂干预阳间的办法。藏书阁的看守是个白胡子老头，睡眼惺忪，看到我的一品官袍，他一个机灵站了起来。大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要所有关于阴阳通途的卷宗，立刻，马上。是，大人这边请。老头不敢怠慢，连忙带我走进书阁深处。在一排布满灰尘的书架前，他取下了一本厚重的、用兽皮包裹的古籍。所有禁书都在这里了。我一把抢过古籍，翻开书页，上面的文字是用鲜血写成的，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我一目十行地扫过，血祭还阳、夺舍重生、阴兵过境，这些禁书每一个都代价巨大，要么耗损千年道行，要么需要无数生魂积淀，我根本用不了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我肩触碰到了一页极薄的压在书缝里的纸，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抽出来，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：以无量功德金光可塑须臾之身，显圣于人前，势退宵小，然金光耗尽，魂体已损。甚至我愣住了。功德金光，那是什么？大人使不得，这是传说中的功德显圣。功德金光是生前有大善之举的人死后天道赐予的福报，比阴德珍贵10000倍啊！您是救人而死，身上肯定有功德，但这东西是您以后晋升轮回的根本，一旦用掉，就等于自毁前程啊！我看着纸上的字，又想起水镜里清雪那张梨花带雨的脸。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我要那该死的前程有什么用？告诉我怎么用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。老头被我的眼神吓到了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只需引动金光，心中默念所护之人的名字便可。”话音未落，我已转身冲出藏书阁，回到官署。水晶中的门已经摇摇欲坠，一声巨响，门锁被彻底撞开。沈大姑和李飞带着2个满脸横肉的壮汉，狞笑着冲了进去。林清雪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清雪尖叫着，绝望地向后退去。我要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！我不再犹豫，盘膝而坐，闭上双眼，集中全部精神。很快，我便看到，在我的魂体深处，有一团微弱但无比温暖的金色光芒。这就是功德金光，就是现在。以我沈墨之名，请功德金光护我爱妻林清雪！我怒吼出声，将全部的意念都灌注在那团金光之上。红金光瞬间从我体内爆发，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，冲破了官署的屋顶，撕裂了地府灰暗的天空，直奔阳间而去。而我则感到一阵剧烈的虚弱，魂体仿佛被抽空了一般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。阳间我的家里，小垃圾还敢报警！李飞一把夺过苏清雪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屏幕瞬间4分5裂。他脸上挂着狰狞的笑，一步步逼近。今天不把你这扫把星赶出去，我就不姓李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！动作快点儿！
这房子晦气，我还要找人来做法事呢。一个壮汉狞笑着，伸手就要去抓清雪的胳膊。清雪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两行清泪滑落。就在那只脏手即将触碰到清雪的瞬间，一变陡升，整个房间的灯光开始疯狂地闪烁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。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黑云压底，一阵刺骨的寒风凭空出现，卷起地上的纸钱，呼啦啦地吹得满屋子都是。房间的温度骤降到了冰点。怎么回事？李飞停下脚步，惊恐地看着四周，沈大姑也吓得脸色发白。是不是跳闸了？屋里所有的灯瞬间熄灭，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，只有窗外阴沉的天光勉强进来一点轮廓。沈大姑发出一声尖叫：“谁在摸我脖子？”妈，别他妈吓我！李飞的声音都在发颤，那两个壮汉也慌了。这里有点不对劲儿啊，好像有东西。黑暗中，一个低沉沙哑，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都给我滚！”这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威严和刺骨的寒意，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一个壮汉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怪叫一声，转身就往外跑；另一个也连滚带爬地跟了上去。谁在装神弄鬼？你给我滚出来！李飞色厉内荏的大吼，给自己壮胆。回应他的是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，那把刀晃晃悠悠的自己飞了起来，刀尖对准了李飞的眉心。李飞吓得屁滚尿流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裤裆瞬间湿了一片。沈大姑更是脸一翻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水果刀在空中停顿了片刻，然后嗖的一声擦着李飞的头皮飞过，狠狠地钉在了他身后的墙上。刀柄兀自嗡嗡作响，李飞能感觉到一缕头发伴随着一丝温热的液体从他头顶滑落。他被吓破了胆，连滚带爬地拖着他那晕死过去的老娘，逃出了这个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屋子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黑暗中只有苏清雪的啜泣声。那股刺骨的寒意缓缓散去，一缕微弱的几乎见的金光从天花板飘落，轻轻地落在了清雪的头顶，像一只温柔的手在安抚她。清雪的哭声渐渐停了，她仿佛感觉到在自己身边有一个熟悉又温暖的气息。什么？她试探着轻声呼唤：“是你吗？你回来了，是不是？”没有人回答，但他能感觉到那股气息就在他身边，从未离开。他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地府阴阳似我悠悠转醒，只觉得整个魂体都像是被掏空了，虚弱无比。看守藏书阁的白胡子老头正一脸担忧地守在我旁边。大人，您醒了，我成功了吗？我声哑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老朽刚才用法镜看了一眼，您险胜阳间，神威浩荡，把那几个恶徒都吓跑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挣扎着想坐起来。大人您别动，您这次耗损了70%的功德金光，魂体受损严重，必须静养。70%？我苦笑一下，代价还真是不小。不过只要清雪没事，一切都值。我接过玉瓶，打开闻了闻，一股清纯的阴气扑面而来。这老钱还挺会做人。我将丹药服下，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，魂体的虚弱感顿时缓解了不少。我走到水镜前，镜子里清雪已经睡着了，她就睡在沙发上，怀里还抱着我们的结婚照，眼角还挂着泪痕，但嘴角却带着一丝安心的微笑。傻瓜，睡沙发会着凉的。我伸出想要触摸她的脸，指尖却只能穿过冰冷的镜面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。大人，功德显圣终非长久之计，你若真想护夫人周全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这次是吓跑了他们，但那对母子贪婪成性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必须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地府之中可有能让人在阳间破财消灾，或是遭遇厄运的法术？倒是有一种名为霉运符的东西，是专门惩戒阳间恶人的。只要将恶人的生辰八字写在符上，再以阴德催动，便可让其霉运缠身，轻则莫测，重则有血光之灾。去哪儿能搞到？这个一般由刑法司掌管，管控极严，寻常鬼差根本接触不到。刑法司，带我去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刑罚司是地府里最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，这里关押的都是阳间作恶多端、死后被打入地狱的恶鬼。我刚到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凄厉的惨叫。刑罚司的司长是个满脸络腮胡的独眼壮汉，煞气冲天。他见到我，只是微微拱了拱手，态度颇为倨傲。沈大人不知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本官要几张霉运符。独眼司长眼睛一眯，霉运符乃地府重器，岂能随意动用？须有阎王手令，并详细记录在案，说明惩戒对象与缘由。他这是在拿规矩压我。我笑了。司长，我听说你儿子在王死城当差，最近好像遇到点麻烦。沈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
只是觉得令郎才华出众，居居王死城太过可惜。我阴阳司正好缺一个副手，不知合掌意下如何？这是赤裸裸的交易。独眼司长是个聪明鬼，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，最终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沈大人，里面请。”我拿到了10张霉运符，每一张都泛着不祥的黑气，上面用鬼血画着扭曲的符文。独眼司长亲自把我送到刑罚司门口，态度比之前恭敬了不知多少倍。我点了点头，算是应下了这笔交易。地府和阳间一样，人情世故无处不在。回到阴阳司，我立刻取来笔墨，将沈大姑和李飞的生辰八字写在了2张霉运符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小时候我妈还在世时，每年过年都会念叨一遍。写完之后，我将自己为数不多的阴德注入符中，符纸无火自燃，化作2道黑烟，瞬间消失不见。接下来就看好戏吧。我重新将目光投向水晶，阳间李飞正扶着他，那刚从医院醒过来的老娘走出医院大门，沈大姑头上缠着绷带，还在骂骂咧咧。妈，那房子可是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起码值1000万，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算。该死的林清雪，肯定是在装神弄鬼吓唬我们。菲儿，你别怕，妈明天就去找个最厉害的大师，非把那小贱人赶出去不可。就在这时，李飞的手机响了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谁啊？是李飞先生吗？我是债主派来的，你之前欠我们的那笔巨款，今天必须还清。怎么了？我没钱，没钱，没钱就拿你的手来抵。兄弟们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别，大哥，我马上还，马上还！李飞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挂了电话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妈，怎么办？追债的找上门了！别说了，赶紧想办法凑钱。母子俩正急得团团转，一辆失控的洒水车突然从街角冲了出来，直奔他们而来。洒水车一路高歌，李飞尖叫一声，连滚带爬的躲开了。沈大姑却没那么好运，被洒水车溅起的水花浇了个从头到脚。更倒霉的是，她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了路边一个卖臭豆腐的摊子上，滚烫的油锅翻了，浇了她一腿。沈大姑发出了尸般的惨叫。医院门口瞬间乱成一团，我看着水晶里这出闹剧，心中没有丝毫怜悯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沈大姑和李飞这对母子深刻体验到了什么叫喝凉水都塞牙。沈大姑被烫伤了腿，住了院，结果因为医疗事故伤口感染，差点要截肢。李飞为了还赌债，想去把自己那辆2手跑车卖了，结果刚开出小区，就和一辆拉粪车追了尾，车毁人没事，但被浇了一身的云海肥料。他去银行取钱 ，ATM 机吞了他的卡，他点外卖不是送错地址，就是吃出了蟑螂，就连走在路上都会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中脑袋。虽然只是个塑料花盆，但也把他砸得头破血流。短短3天，母子俩就折腾得心力交瘁，狼狈不堪。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，他们不敢再去找清雪的麻烦，光是应付自己身上层出不穷的霉运，就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。阳间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，地府这边却又起波澜。我用阎王爷借我的钱，以及我老婆源源不断烧来的热钱，在地府做起了投资。我收购了忘川河的摆渡业务，垄断了奈何桥的过路费，还入股了孟婆汤的独家配方。我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我在地府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黑白无常见了我，都得客客气气的叫一声爷，十殿阎罗开会都得给我留一个位置。我成了地府名副其实的财神爷，但我的烦恼也随之而来。清雪还在给我烧纸钱，虽然数量比之前少了一些，但依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这天，阎王老秦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递给我一份报表，这是地府最新的 CDP 指数，又涨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地府真的要经济危机了。我也没办法呀，我试过托梦，但每次清雪都以为是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缺钱花，第2天就烧得更厉害。这幸福的烦恼。老秦叹了口气，解铃还须系铃人啊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变得无比深邃。陆兄弟或许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真正的见他一面。我心中一动，什么办法？老秦走到窗边，看着地府灰蒙蒙的天空。每年7月15中元节，鬼门关会短暂开启，届时阴阳秩序会暂时松动。如果你能在那天集齐10大阴帅的信物，再以你无上的财力，或许可以打开一条特殊的通道，让你还阳片刻。还阳这2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，我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老秦转过身，严肃地看着我。但10大阴帅个个桀骜不驯，他们的信物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而且逆转阴阳必遭天谴。即便只能还阳1炷香的时间，你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魂飞魄散。我沉默了。魂飞魄散意味着永恒的死亡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，值得吗？为了那1炷香的相见，付出灰飞烟灭的代价。我脑海中浮现出清雪那张带着泪痕的笑脸，浮现出她蜷缩在沙发上，抱着我们结婚照的孤独身影。值得。我抬起头，目光坚定。告诉我，10大阴帅都在哪里？距离中元节只剩3天，我必须在这3天之内集齐10大阴帅的信物。他们分别是鬼王日游夜游、无常牛头马面、豹尾鸟嘴、鱼鳃狂风。这些阴帅分管着地府的各个要害部门，个个都是手重拳、脾气古怪的老油条，想从他们手里拿到信物难如登天。但我有我的办法。第一个，我去找的是掌管地府交通的牛头马面，他们的信物是手中的勾魂锁。我没跟他们废话，直接甩出了一份地府高架桥的建设计划书。2位大哥，
忘川河天天堵车，影响咱们地府的 GDP。我准备投资100亿冥币，修一座18车道的跨河大桥，从奈何桥直通轮回司。这座桥就交给2位大哥来监顾，工程款项任由调配。牛头马面看着那份画着立交桥的图纸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他们当场就把勾魂锁塞到了我手里。第二个，我去找了负责情报的日游和夜游，他们的信务是记录阳间善恶的巡游令。我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台最新款的鬼魅 Mate XS， 可以直接连接阳间网络，看短视频、玩游戏，以后不用跑断腿了，直接线上监控。日夜游拿着新手机爱不释手，巡游令到手，接下来是掌管刑罚的豹尾、鸟嘴、鱼鳃、黄蜂，这4个家伙是硬骨头，油盐不进。我直接找到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独眼司长。司长，令郎在我的阴阳司干得不错，很有前途。独眼司长心领神会，当晚就带着4个鼻青脸肿的鹰帅和他们的信物出现在了我的官邸。最后只剩下最难搞的黑白无常、范无咎和谢必安，这2位是阎王爷的左膀右臂，地府的元老。我亲自登门拜访，2人正在下棋，对我爱答不理。沈大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笑了笑，从怀里掏出2样东西放在棋盘上，左边是一张地府中心商业区的地契，右边是一张孟婆汤的改良配方，加了奶盖和珍珠的那种，送给2位爷的见面礼。商业区2位爷可以开个奶茶店，我保证生意火爆，日进斗金。这奶茶配方就当是技术入股了。范无咎看着那张地契，呼吸都粗重了几分。谢必安拿起奶茶配方，眼睛里闪烁着名为商机的光。2人对视一眼，谢必安清了清嗓子：“区信物，何足挂齿，莫爷尽管拿去。”至此，10大鹰帅的信物全部集齐。中元节当晚，我站在地府最高的望乡台上，脚下是一个用无数冥币和天才地宝搭建而成的巨大法阵，10大信物悬浮在我身体周围，散发着强大的阴气。阎王老秦站在我身边，神情凝重：“莫兄弟，你可想好了？此门一开，九死一生。”我看着阳间的方向，那里有我唯一的牵挂。老秦，如果我回不来，帮我照顾好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入法阵中央。我将体内所有的财富和法力一次灌入法阵，轰隆，整个地府都在震动。一道连接天地的黑色光柱从法阵中冲天而起，硬生生的在阴阳2界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。裂缝的另一头是我家的客厅，清雪正坐在桌前，准备着要烧给我的纸钱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我一步踏出，穿过裂缝，一股来自天道的巨大排斥力瞬间作用在我身上，我的魂体像是被扔进了绞肉机，寸寸碎裂，剧痛让我几乎昏厥。清雪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凝聚成型，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清雪，我回来了。苏清雪正在叠着元宝，她叠得很认真，每一个都方方正正，棱角分明。她一边叠一边轻声的自语：“沈墨，你在那边要好好的，钱不够了就告诉我，我再给你烧。家里的事你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就是，我有点想你了。”说着说着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砸在元宝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房间里好像多了一个人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了一个让他永生难忘的画面：一个穿着黑色古袍的男人就站在他面前。他的身体有些虚幻，像是透明的，但他那张脸，那双温柔的眼睛，他化成灰都认得。沈墨。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他以为自己是思念过度，出现了幻觉。他伸出手想要去触摸他的脸。清雪，我回来了。我看着他笑了，他的手穿过了我的脸庞，我们触碰不到彼此，但我的声音真真切切地传到了他的耳中。清雪的眼泪瞬间决堤，不是幻觉，真的是他。沈墨，他哭着笑着像个孩子一样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……我没死，我只是换了个地方上班。我看着他消瘦的脸颊，心疼得无以复加。傻瓜，别再给我烧钱了，你在阳间多花一点，买点好吃的，把自己养胖一点，我就在那边过得最好了。我指了指门口的方向，还有别怕那对狗母子，以后再也不敢来烦你了，我会一直看着你，保护你。清雪捂着嘴拼命点头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一炷香的时间很短，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更加透明，天道的排斥力越来越强。我知道我该走了。清雪，我要走了。不要走！清雪哭喊着想要抱住我，却只能抱住一团空气。你别走，你带我一起走好不好？我摇了摇头，脸上依然带着微笑。好好活着，替我看看这个世界。如果有一天你想我了，就抬头看看天，我就在那里。我的身体化作点点金光，开始消散。在清雪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，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将他的模样深深地刻在了我即将破碎的灵魂里。地府望乡台，法阵的光芒彻底熄灭，我从半空中跌落，魂体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，仿佛随时都会消散。阎王老秦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扶住了我。沈兄弟，他将一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珠子塞进了我的嘴里，珠子入口即化。快！这是地府的至宝定魂珠，稳住心神。一股温润的力量将我即将溃散的魂体重新凝聚了起来。我缓缓睁开眼，魂体虽然稳住了，但那种深入骨髓的虚弱却无法消除。逆天行事的代价是，我的道行几乎被削去了90%。我从地府首富，一夜之间又变回了那个一穷二白的魂。值吗？老秦问我，我笑了。值。老秦看着我许久也笑了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小子
是我见过最痴情的鬼。行了，别在这吹风了，跟我回阎王殿。我那儿还有几瓶珍藏了1000年的阴魂大补酒，给你好好补补。谢谢。3年后，阳间一家名为雪岩的花店开遍了全国。它的创始人苏清雪成了一位著名的企业家。他再也没有给我烧过纸钱，但每年清明河中，他都会来到我的墓前，放上一束我最喜欢的白玫瑰，然后坐一下午，跟我说说他这一年的故事。他过得很好，这就够了。而我在地府，靠着阎王老秦的接济和之前积累下的人脉，又慢慢的东山再起了。虽然没能再回到财富的巅峰，但我当上了孟婆汤的产品总监，专门负责研发各种新口味的孟婆汤，比如草莓味的、奶茶味的，还有麻辣小龙虾味的，销量据说还不错。我和清雪就这样在2个世界里各自安好，我们都知道对方就在那里，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清雪，等我攒够了功德，下辈子我一定第一个找到你。